孩子幼儿园里布置了手工作业，要求回家完成后上传到班级群里。恰巧我的手机在充电，就随手摸起顾明池的手机，解锁5次，上面显示手机已锁定。我怔怔地看着手机，随后又将目光看向顾明池，看出我不太高兴，他腾的一声坐起来，问我怎么了。我将手机递到他手里，你换密码了。他笑了笑，说你不要多心，我就是换成了孩子的阴历生日，将手机递给我。我轻蔑后输入密码打开，才确定他没有在骗我。可我回头间看见他心虚地摸了摸鼻子。我们结婚6年，我最清楚他心虚时候的样子。直到我看见文件夹里的视频，孩子看着上面的视频，问我妈妈，这个阿姨是谁？视频上的女人依偎在顾明池怀里，一遍又一遍地问他，顾明池，你爱我吗？顾明池则回答当然。他又问顾明池，你最爱谁？最爱宋慈。顾明池爱宋慈一生一世，他的眼睛里显露出的温柔清晰可见，这一生一世的诺言发自肺腑。这一刻我心凉了半截，他的密码并非孩子的生日，而是宋慈的生日。我站起身，只觉得一阵眩晕，几秒后才站稳，将自己的情绪平复好，才低声跟彤彤说，乖乖，该睡觉了。将孩子哄睡着，我拿着手机回到客厅，时针只在8点钟，而视频恰好是这个时间点存的。讽刺之意蔓延，我将视频打开，顾明池的声音在客厅里一遍又一遍的回放。他伸手将手机从我手里抢过去，陈穗安，谁让你乱翻我手机的？质问升起，语气里含着愠怒。我一瞬一瞬地看着他，将手机递到他面前，顾明池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你和我从恋爱结婚都多少年了，你为什么还留着这个？顾明池看着我，沉吟了半晌，才开口说道，视频很多年了，我就是忘了删了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碎碎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手机都换了好多个了，可是视频却是一直在的。想到这，我看着他说道，顾明池，你要是忘不掉，你就去找他好了。陈穗安，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？他都已经结婚了，我要去哪里去找他？是啊，当年不就是人家看不上他，才和他分手的吗？可他呢，对他念念不忘。想到这，我低低笑出声来，问他如果没结婚，你是不是就去找他了？他没有回答我的话，反倒是进了卧室，只留我一个人在原地。我看见他捧着手机，双眼通红，依依不舍地将视频删除，而后走到我面前，满脸不耐烦，问我醒了吧，能不闹了吗？我看着他往前走了2步，对上他的眸子，顾明池，你能不能讲道理？是我在闹还是你放不下？你心里清楚得很。他笑了，往后一退，说道，是我放不下，醒了吧？他这句话落在我的心里，砸得我生疼。我和顾明池认识8年，结婚也已经有6年，可几乎是在这一刻我才知道，他不爱我，一点都没有爱过我。我的眼泪从眼角滑落，话不曾说出口，就见彤彤站在门口喊道，妈妈。我只手将眼泪擦掉，他跑过来抱住我的腿，妈妈。许是见我落泪，他的眼圈也是通红。我弯腰将他抱起来，他问我，妈妈，你和爸爸是在吵架吗？会不会？不会，我低声回应，爸爸妈妈没有在吵架，是在商量事情。将孩子哄睡着，我便没再回主卧。我蜷缩在角落里，寂静无声的黑夜像是一头可怕的兽，想要将我吞没。可我明天依旧要早起给孩子做饭。第二天天不亮，顾明池推开儿童房的门，看见我要起身，缓缓走上前，伏在我的耳边低声说道，穗穗，你睡，今天我做早饭送孩子去幼儿园。我原以为这是他在求和，可是当我接到警察局电话的时候，我才知道顾明池是去见宋慈了，还把人家的丈夫给打了。我进去的时候，他挽着宋慈的手，擦掉他的眼泪，低声抚慰他，眉眼间尽显柔情。看见我那刻，又急匆匆地将手从他的手中抽出来，我浑身抑制不住地发抖，走上前，直手就给了顾明池一巴掌。你在做什么？顾明池，你为什么来这里？警察及时将我拉开。顾明池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宋慈站起身，做事要跟我解释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笑了一声，你是一个已婚的女人，你让我丈夫替你去打架？你知不知道他有孩子有老婆，你也有？话不曾说完，就见顾明池站起身来，将宋慈拉到身后。陈穗安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回去我让你撒气，我也会跟你解释。声音徐徐传来。我看向他，直勾勾地看了半晌，终归是将他从警局里领出来。我俩坐在车上一言不发，我偏头看他，问道，你不是要跟我解释吗？他找我借钱，我今天去找他，看见他被她丈夫打，所以原来他们之间一直是有联系的。
他今天去做早餐和送孩子，不是为了哄我开心，是要早早出去见宋慈。想到这，我只觉得一阵窒息，根本喘不过气来，将车窗摁下来，想透透气，可看到站在一旁的宋慈。我问顾明池：“你就这么爱他，是吗？”陈穗安，他想出声打断我的话。我直勾勾地盯着他，低声说道：“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你牵他的手了。顾明池，你这么爱他，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啊？”顾明池没有回答我，自顾沉默与我对抗。我们回家后，非常默契的没有再讨论这个话题。顾明池对我也不热络，我心里知道这场婚姻持续不了太长时间了，可我只能拖延时间，能多拖一天是一天，至少现在我还不能离婚。我是全职主妇，离婚拿不到孩子的抚养权。日子看起来还是和往常一样。我翻找招聘软件上的招聘信息，一封一封地发邮件，全都石沉大海。那日我刚将孩子接回来，就见顾明池立在客厅里。我侧身从他身前走过，他一把拉住我的腕子，跟我谈谈将孩子安置好。我走出卧室，砰的一声将门关上，还不等转身，就听见他说道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那一瞬间，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攥着，疼得喘不上气来。我紧紧攥着手，指甲嵌入到手心里。这一天还是来了。孩子，房子给你，孩子的抚养权我不会留给你。我俩的声音重合，他直直看向我，眸子里还有讽刺之意。他说：“陈穗安，你没有工作，你养活不了彤彤。”那一刻，我的心都死了，眼眶里的泪从眼角滑落。孩子出生后，因为没人照料，我辞掉上升期的工作，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下场。顾明池，你将孩子留给我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哀求的话一句一句说出口，可他像是没有听见，径直地走向儿童房，拿出孩子的行李箱，开始装衣服。我伸手抓住他的手，将行李箱合上，挡在他的面前。你别这样，顾明池。即便是我如此狼狈地哀求他，依旧不起任何作用。他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推搡我，我抓住他不让他走，可是男女的力气总是悬殊。他将我推倒在地面上，门被砰的一声关上。我从地上爬起来，从不提跑下去。可我下去的时候，顾明池已经在车上。我拍打车窗，无论我如何喊叫，他都装听不见。车子擦过我，缓缓行驶。我跌在地面上，看着那辆车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这一刻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顾明池能这么狠。我们之间的8年，远远比不上一个宋慈。我从地上缓缓爬起来，一步又一步地上楼。顾明池的影子在我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循环播放。明明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眼泪顺着我的眼角滑落，用手擦掉，又流，好似怎么都流不完。我和顾明池是相亲认识的，从相识到结婚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，像是被上天安排好的那样，我们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当时的他还是一个公司里不知名的小职员，能力也是有限。在我们结婚第2年，他说他想要创业，我将我婚前存的20万都给了他。我说：“明池，你去创业吧，到时候真要做起来，咱们的日子也好过，做不起来就当花钱买教训了。”果真，我没有看错他，他真的做起来了。从一开始只是一个小门市，只有1个员工。当时他自己跑市场，几乎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。我什么都不懂，能做的就只有陪着他。夜里他2点回来，我就为他准备好醒酒汤；早晨为他早早出门，我就比他起得更早，为他准备早餐。我们互相扶持，互相鼓励。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3年，在这个房子里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。接到第一笔大单子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安安，还好有你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”那天他带我去了很高档的餐厅，我俩不会点餐，闹了一场笑话。我们出门后相视一笑，他说：“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好的。”这句话并不是什么空话。有过第一笔大单子后，紧接着就有了第2笔、第3笔，以及后来的无数。后来换了更大的工作场地，在那里他拥着我说：“安安，以后我会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送给你。”我仰头看他，亲吻他的嘴边，问他什么是最好的东西。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他的确是对我有求必应，脾气也越发好了起来。我怀孕后，他放下忙碌的工作，只为陪陪我。后来的产检、照顾月子都是他亲力亲为。我说让他妈或者我妈来照顾我，他说不用，有阿姨和我，你放宽心，好好养着。回忆如同潮水，不停地往上涌，这像是一把生了锈的刀，不断地凌迟着我。不算快，但是好疼好疼啊。他们离开的日子里，
我会有一些幻觉，会听到彤彤在喊妈妈，也会听到顾明池喊我。可等我推门出去的后，又是空无一人。这样的日子过了大约半个月，我突然清醒过来，如若这样下去，彤彤根本不可能回到我的身边。我也不知道宋慈会不会善待她，所以得振作起来，得去找工作。由于我的工作经历有太长时间的空白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要我，最终只能在商场里做导购。我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空间，直接入了职。每天工作12个小时，累得腿都站不直。这天刚下班，我就看朝我远远走来的顾明池和宋慈，他们的手上牵着彤彤，像极了一家三口。彤彤看见我，直直朝我跑过来，他抱住我的腿，仰头看着我，问妈妈，你是不是不要彤彤了？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住？我蹲下来拥住他，眼泪倏地从我的眼泪中滑落。没有，妈妈要赚钱养彤彤，对不对？彤彤再等等妈妈好不好？他窝在我的颈间，奶声奶气道，那妈妈要快点来接彤彤。好，彤彤再等一等，妈妈会尽快，我轻声说道。我抬头间，看见宋慈勾起嘴角，似笑非笑。他走上前，牵住彤彤的小手，对我说道，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彤彤的。他的话狠狠在我的心上撞击，而我的心像是被一双大手狠狠攥住，疼得喘不上气。恨意从我的心底滋生蔓延，最后生出藤蔓，却又无能为力去做些什么。日子浑浑噩噩的在过着。顾明池不准我去看彤彤，给他换了幼儿园，甚至连手机号都换了。他给我打电话约我去民政局离婚的时候，宋慈正朝着我缓缓走来。他指着那件价格不菲的大衣对我说道，把那件大衣拿给我看看。手机在台面上嗡嗡作响，我来不及接，就匆匆过去。看见他的时候怔了一瞬，他看见我表情也是明显一僵，而后我只装作不认识他，替他拿了那件大衣。他穿上，我恭维道，女士，您穿这件衣服真好看，那件蓝色的也适合您，要不要一起试一试？书弟，他扬了扬头，嗯了声，张开手，等着我伺候他。我替他将衣服穿上，不停地夸赞好看。最终2单一起成交，把他送出门。他的脚步突然一顿，回过头来，笑着问我，你知道顾明池为什么不爱你吗？听到顾明池这3个字的时候，我的心还是骤然一疼。可如今的我，并不在意他为什么不爱我。见我不讲话，他自顾自说道，你看看你不施粉黛，像是什么样子？我化妆了，我低声回应道，对面就是医院，建议宋女士有空挂个专家号。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我就朝店里缓缓走去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对于我而言，现如今不管是顾明池也好，还是宋慈也罢，都不值得我付出什么喜怒哀乐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得有钱去争夺儿子的抚养权。顾明池见我没接电话，发消息通知我明天9点去民政局领离婚证。我没回复他，可他第2天依旧是如实等在楼下。看到的那一瞬，我恍如隔世，一如8年前我们去领证那般。他紧张的早早在楼下等着我，跟我说，碎碎，我害怕婚后他也会每天在楼下等我，送我去上班。那些日子将我刚刚结疤的伤痕再次揭开，血肉淋漓。他点了烟，周围烟雾缭绕。我脚步一顿，而后缓缓上前，站在他面前，低声说道，麻烦你了。没关系，不麻烦。他如此说道，像是一对陌生人。我坐在副驾驶，与他一路无言。拿出离婚证的那一瞬间，顾明池的面上染上一阵欣喜。将我送回去的路上，他说，安安，以后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了。宋慈很在意，听到他这句话，我身子一僵，细细密密的疼涌上来。我将情绪整理好，轻笑了一声，反问道，那孩子呢？抚养权就算在你呢，你也无权不让我见孩子吧？1周1次。他颦眉思索了片刻，才说，到时候我会避开你，让阿姨把孩子带出来见你，如此也好，这样我就不用看见他这张恶心的脸。日子看不到尽头。我去看孩子的时候，阿姨将彤彤带出来，不过半年不见就很是生疏。她躲在阿姨的身子后面，无论我如何哄都不肯出来。直到看见宋慈的那一刻，她直勾勾地朝着他跑过去，抱住他的腿，高声喊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顿时我好似掉入冰窖之中，从心底凉到了脚尖。宋慈蹲下来与他说着近况。我走过去，伸手将他拉过来，蹲下跟他说，彤彤，我才是妈妈。不是，不是，你是坏女人，你是坏女人，你都不要我了，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我感觉自己的心快要跳出来，徘徊流浪却无法找到出口，只感觉心好累好累。我红了眼眶，眼泪从眼角滑落，
我哽咽着跟他解释，彤彤妈妈没有不要你，妈妈在赚钱，赚很多钱接你回家。他推了我一把，我踉跄了一下，不受力地坐到地面上。我看见宋慈的眼里皆是嘲讽，他在嘲笑我，被所有人丢弃。顾明池从远处走过来，看我的眸子中没有任何温度。他伸手牵着彤彤，彤彤牵着宋慈，好像他们才是一家人。可是他是我的孩子啊！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我紧紧攥着拳，手指甲嵌入到手心，都没有任何知觉。就在这一刻，前所未有的酸楚涌上心头，将我的灵魂扯得破碎淋漓。我也不知道我是如何离开的，走时都觉得双腿不受控制，一步又一步，像是踩在刀尖上，心口疼得喘不过气来。回去的路整整20公里，我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回去。快要到家门口那刻，才彻底清醒过来。还不等上楼，突然被人拦住。他跟我说：“你好，你想不想做一个博主？我们的号缺一个能演母亲的人。”就在这一刻，他像是救世主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不等我回过神来，他就拉着我跟我介绍他们公司。好，我如此应道。他跟我说了公司的福利和地址，让我明天去。我深知没钱的窘迫，深知会丢掉什么东西，我迫切的需要钱去把彤彤接回来。夜里，我做梦都是彤彤喊宋慈妈妈的场景，心像是被一双大手狠狠捏住，根本喘不过气。看着外面微亮的天，翻身下床，换上衣服。早晨9点整，我去了之前那个青年跟我说的公司所在地。推开门的时候，他迎面朝我走来，向我伸出手：“你好，我叫梁锦仙。”他的眉眼弯弯，一副笑颜。我轻轻握了握他的指尖，低声说了句“你好”。他跟在我的身边，絮絮叨叨说着。昨天看见我就觉得我很适合那个角色，所以才主动搭讪。我去会议室签了合同，才离开。他们是做短视频的，要找一个人去扮演小孩的母亲，每天5点起来做饭。工作并不是很累，只是要出现在镜头前，可能会受到一些非议。一开始账号并没有多少热度，可突然之间被营销号转发，热度猛地起来。那一刻，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非议。有些人骂得极其难听，但是没关系的，有钱就够了。热度起得快，工资也在涨。公司团建的时候，在餐厅撞见了宋慈和顾明池，他们依偎在一起，像是热恋中的情侣。我直直地朝包间走去，只是没想到去卫生间的时候又撞见了宋慈。他似笑非笑，看着镜子里的我，说道：“打扮了就是不一样。”我浅浅笑着，低声回应道：“但你都一样。”抽出一张纸，擦干手，将纸巾丢进垃圾桶里。还不等转身离开，就被他拉住了胳膊。他说：“你说为什么顾明池不在乎你？”听到他问出的这句话，我笑了一声，低头看了他一眼。你觉得我现在还在乎他，在乎不在乎我？男人不自爱就像烂白菜，像顾明池这种东西，我不要了。话还不曾讲完，他突然抓住我，将我的手抵在他的胸口上。那边是楼梯，他竟朝着楼梯直直地滚了下去。顺势，我想拉他一把，却不料被他拽了一把，我的脚也不受控制，与他双双滚下去。这一刻，我看见了顾明池，他小跑过来，蹲在了宋慈身边，对他嘘寒问暖后，倏地看向我，那双眼睛里显露出来的是无尽的厌恶，出口的话更是伤人。他说：“陈穗安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我心里啧了一声，没搭理他，只想站起身，却突然被他攥住腕子。“你听不到我在问你？”“听见了。”我低声回应，继而补充道：“顾明池，你这副样子做给谁看啊？我不在乎你，也不在乎他，你们俩可真的要一直在一起，千万别再祸害别人。”我扶着地面站起来，梁锦仙远远跑过来，伸手将我扶起。“姐，没事吧？”我扭了脚，疼得站不稳。见顾明池还想抓我，梁锦仙将我拉到身后，扫了面前的2个人一眼，没搭理他俩，回头问我：“是脚扭了吗？”“没事，不疼。”我低声回应他，扶着我一瘸一拐地离开着。回头间，我看见顾明池怒视我，死死盯着梁锦仙扶我的手，好似是在吃醋的模样，是那般的可笑。梁锦仙把我送回家，我给脚上贴了膏药，还不等弄完，就听见手机嗡的一响，邮箱里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，里面有顾明池偷税漏税的证明，还有他挪用公司资产为宋慈置办房产的证据，账面也是亏空的厉害，还做了假账。越往下滑越是心惊。第二天，我去顾明池楼下打了举报电话，看着来人，我心里隐隐发笑。顾明池这个人从来不是什么善类，他自私自利，为了排除异己，把财务总监开除换了人。人家为了报复他，特意将东西交到我手上，就想着通过我可以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。
半天过去，我看着顾明池被公务人员带走，心里尘埃落定，缓缓站起身来。只是还不等离开，就看见梁锦仙朝着我远远走来。她说：“穗穗姐，用不用我陪你去？我可以给你当司机。”我抬头看她，勾了勾唇，拒绝道：“不用了。”我叫了车，推开咖啡厅的门，我朝着她挥挥手，上了车。自从上次我和宋慈拉扯滚下楼梯开始，梁锦仙对我很是关照，又是发微信嘘寒问暖，又是带东西来家里看我。团队人都说她对我有意思，而她也没有太多遮掩。听了那些话，只是低头一笑，可我心里发慌得很。她比我小3岁，也算是年轻有为，只是我配不上她。到宋慈家楼下，我的思绪回笼。上去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想好了说辞。宋慈不在家里，只有阿姨和彤彤在家。我给阿姨塞了个红包，谢谢她这段时间照顾彤彤。彤彤跑出来，抱住我的腿：“妈妈，你是来接我的吗？”我蹲下身，揉了一把她的发：“是，妈妈来接你回家了。”彤彤的衣服不多，就顾明池给她拿来的那2件。我将其装进行李箱里，牵着她的手离开。一路上，彤彤沉默地抠着手心，不论我问她什么，她都不讲话。即便是回家后，也不言不语，和之前开朗大方的模样大相径庭。看见我提包，她的身子往后缩了一缩，我心里起了疑惑。到了晚上给她洗澡的时候，我看见她的后背上密密麻麻、纵横交错伤痕，有些是新伤，有些是已经结痂的旧伤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抽的。她的胳膊上还有被掐的印子，我感觉自己的心被狠狠揪住，痛意渐渐涌上来，眼泪涌上眼眶。我直勾勾地盯着她，问道：“彤彤，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”她支支吾吾不肯直说。我沉下脸。许是见我神色不好，她抓住我的手，低声问道：“妈妈，你还会把我送回去吗？不要送我回去了，好不好？”宋慈阿姨一直打我，她说要是我喊你妈妈就打死我。她还教我说是妈妈不要我的，是坏女人。那天我不是故意的，因为她说我要不那么说她就打死我。她的声音钻进我的脑袋里，心里泛起一阵疼。我用浴巾把她裹起来，抱着她回到房间，将她拥进怀里，低声问道：“爸爸不阻止她吗？”爸爸从来不回家，回家了他也不理我。疼的一声，我的心上像是被砸了一块巨石。我的孩子被虐待，他的父亲不闻不问。眼泪顺着我的眼角滑落。彤彤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小声安抚我：“妈妈，我不疼的，真的不疼。5岁的年纪，应该是无忧无虑，什么都不考虑。可如今他太过懂事，让我心疼。”我闭上眸，心里的恨意越发清晰。等到彤彤睡着，我才轻轻起身，给宋慈的丈夫打了一个电话。原本我觉得宋慈也是个可怜人，丈夫有家暴倾向，日子混得也不好，想着要离开她丈夫也是应该的，只要她离开这座城市，我便放过她。可我从没想到她会虐待我的孩子。随即我又给梁锦仙拨了一个电话，让她来帮忙替我照看一下孩子，才匆匆出了门。我与宋慈的丈夫在小区门口见面，阿姨将我们带进去。开门的时候，我看见宋慈正喝着酒，吃着糕点，安逸得不得了。我缓缓走到她面前，轻声说道：“宋慈，你看谁来了？”她丈夫走进来。宋慈看到的那一瞬间大惊失色，她一边躲一边骂我，屋子里乱作一团。其实宋慈的丈夫并没有那么不堪，只是赚的钱不够多，有些不思进取，可是从来没有家暴过她。是宋慈夸大其词说给顾明池听的，可顾明池信了，因为他本就爱他，从没怀疑过他的说辞。我啧了一声，看着摔在地面上的宋慈，轻笑道：“宋慈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他破坏我的家庭，伤害我的孩子，甚至抢占我的资产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”我离开的时候，听见宋慈的哀求，没忍住，脚步一顿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无辜吗？你伤害彤彤的时候，怎么不想会不会有以后？陈穗安，你原谅我，帮我报警，我可以离开北城。”他抓住我的裤脚，整个人忍不住发抖。我将他一脚踢开，啧了一声，轻声说道：“我还急着去上班呢，宋慈，我只能祝你好运了。”阿姨怕出人命，最后还是报了警。而顾明池送给宋慈的房产被查封了，顾明池的银行卡也被停用。一夜之间，宋慈手里什么都没有。她回去求她的丈夫，在门口跪了一整夜，对方连门都不开。听说的时候，我笑出声，心里觉得解气。宋慈这个人只想着不劳而获，如今落得这样的下场也是活该。我给孩子拼着拼图，听见敲门声，拉开门的瞬间，看见梁锦仙手里提着蛋糕。彤彤是不是今天生日啊？梁叔叔来给彤彤过生日了。彤彤从地毯上爬起来，跑过来抱住梁锦仙。梁锦仙将蛋糕递给我，
将他抱起，问道：“彤彤有没有想梁叔叔啊？”有。他偷看了我一眼，不知道和梁锦仙说什么悄悄话。我将蛋糕放在桌面上，待彤彤洗了澡，给他盛了一小块，放在他面前。只见他眉头一蹙，拽了拽梁锦仙的袖子，企图能为他说两句好话，可以让他多吃一些。还不等梁锦仙话出口，我就将彤彤面前的蛋糕端走，嫌少是吧？那就别。还不等我将话说完，彤彤抓住我的手，妈妈，我不嫌少，是梁叔叔嫌少。梁锦仙失笑，将自己的那盘推到彤彤面前，低声说：“偷偷吃我的。”这悄悄话说得快要昭告天下，我只装作没听见。梁锦仙跟我聊工作进程，聊后续发展，但有时候我看他欲言又止，不知道他想说些什么。直到我收拾完东西，他倚靠在墙上跟我说：“姐姐，今天晚上有烟花秀，你想不想带彤彤去看？”彤彤听见声音跑过来：“好啊，我们出去玩。”一路上，彤彤兴奋得不得了。捡了票，我们去了城堡上，站在最高处，烟花炸开那一瞬间，美极了。整整15分钟的烟花秀，这15分钟里，从绚烂夺目到慢慢黯然下来，是在放烟花，也是在播放我的人生。自小我就喜欢这种美的东西，可结婚有了孩子之后，围绕着我的只有家庭孩子，再也没了自己。眼泪顺着眼角滑落，梁锦仙的手搭在我的肩上，轻声说道：“日子会越来越好的，别哭。烟花虽美却易逝，有过夺目的时刻，也是极好极好的。”趁着时间还早，梁锦仙提议去下面玩。彤彤闹着吃东西，他便买了2份给我们。梁锦仙看我的嘴角沾了酱，想要伸手给我擦掉，我一躲，他的手僵在空中，不上不下。梁锦仙，我出声道：“我没有那种心思，你是我老板，我尊重你，但是我经历过一场失败的婚姻，不想再有下一段。”我往后一退，与他拉开距离。对不起呀。梁锦仙似乎有话要说，只是还不等说出口，就见彤彤从远处跑过去，牵住我的手，让我给他买鹦鹉。他便亦步亦趋跟在我们身后，体贴地帮彤彤拿着东西。一路沉默，我不知如何开口，直到将车停稳，他才低声说道：“没关系，只要我在你身边就好。”他帮我把彤彤送上楼，我送他离开，又回去给彤彤盖被子。彤彤拉住我的衣角，低声说道：“妈妈，梁叔叔对你很好。”“是啊，他对我很好，也对彤彤很好。可是他太好了，好到让我恍惚。他才20多岁，我不想他以后后悔。”日子过得很快，就像是按了加速键。梁锦仙的公司签了新人，不像一开始那般窘迫，薪资涨得也很大方。我带彤彤去爬山的时候，意外撞见了梁锦仙，他们在前，我在后，时不时还需要梁锦仙拉我一把。到了夜里，彤彤裹着大衣倒在我的怀里睡着，梁锦仙在我耳边问：“日出出来，你要许个什么愿望吗？”我一怔，回过神来笑了一声：“看日出还能许愿？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。”“我有个愿望。”他低声说道。见我沉默，又自顾补充道：“姐姐，给我个机会好不好？一辈子那么长，总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失去希望。”他低沉的声音穿透我的耳膜，直直坠入我的心底，让我心里发慌。梁锦仙没有强迫我，让我回答。见我沉默不语，他提议去找一个最佳的地方看日出。他去找看日出的地方，又过来帮我抱着孩子。在日出出来的那一瞬，我抬头看向他，轻声说道：“我们试试吧，虽然不一定会有什么结果，虽然结果也不一定会好，但人在这个世界上也就这么一遭，不试试怎么知道身边这个人是对的还是错的？”云海很美，日出也很美，所以呀，未来的一切都充满着希望。日子还那么长，总是要过下去的。前路漫漫，总会春暖花开。晚安。